大家好，我们独家获得越南简本一书的播放权。出版简报出版社。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链接购买此书。介绍：这本书是对充满活力和复杂的越南国家的介绍。越南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是一个值得探索和体验的迷人国度。从河内繁华的街道和湄公河三角洲宁静的村庄，到中央海岸迷人的海滩，这本书充满了关于越南历史、文化和景点的信息。读者将了解这个国家动荡的过去、充满活力的文化和美食，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风景，同时发现越南最好的旅游景点。对于那些有兴趣了解和欣赏这个非凡国家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一本理想的指南。简介：越南，正式名称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北与中国接壤，西与老挝、柬埔寨接壤，东南濒临南海。越南是一个美丽而多元的国家，充满了历史、文化和自然美景。该国分为两个区域，北部和南部，并受到其邻国中国、老挝和柬埔寨以及法国和美国的显著影响。该国的官方语言是越南语，但英语在胡志明市和河内等主要城市广泛使用。越南的首都是河内，官方货币是越南盾 VND。越南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旅游业不断发展，经济蓬勃发展，文化充满活力。它拥有一些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滩，令人叹为观止的山脉，令人惊叹的冰川和令人惊叹的国家公园。越南是一个拥有悠久而自豪的历史的国家。从古老的占婆王国到越南战争，越南的历史塑造了它的文化和社会。今天，越南是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也是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越南拥有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友善的人民，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目的地。越南概况。越南是位于中南半岛最东端的东南亚国家。越南人口超过9600万，是世界第13大人口大国。北与中国接壤，西与老挝、柬埔寨接壤，东南濒临南海。越南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它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受到法国和中国文化的影响。越南也是许多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的家园。越南的官方语言是越南语，同时也说汉语和法语。越南地理多样，有山脉、河流和沿海平原。该国还以其茂密的热带雨林和迷人的白色沙滩而闻名。由于其充满活力的历史和文化，它被称为龙腾之地。越南经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自1990年代以来经历了快速增长。该国是世界第2大稻米出口国，也是咖啡、橡胶和其他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国。旅游业也是越南的重要产业，该国每年接待数百万游客。越南是一个美丽而多样的国家，从繁华的城市到令人惊叹的乡村景观，它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越南友好的人民、美味的菜肴和充满活力的文化，是一个值得游览和探索的好地方。地图与地理。越南位于东南亚，与柬埔寨、中国和老挝接壤。越南的形状像字母 S， 土地总面积估计为331211平方公里。该国分为4个不同的区域，北部、中部、南部和高原地区。北部的特点是崎岖的山地地形和热带气候。红河三角洲及其支流构成了北部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对该地区的交通、渔业和农业非常重要。南部的特点是热带气候和沿南中国海的广阔海岸线。该地区以其茂密的丛林和众多的岛屿而闻名。中部地区以平坦的平原为特征，是越南大部分人口的家园。高原地区是该国最多山的地区，是许多少数民族的家园。湄公河贯穿该国南部，注入南海。胡志明小道是连接南北越南的一系列小径和道路，贯穿老挝和柬埔寨，在越南战争期间被北越人使用。越南属热带气候，5月至10月受季风影响。该国是该地区降雨量最多的国家，年平均降雨量为1500毫米。该国的平均温度介于18摄氏度和25摄氏度之间。历史。越南是一个有着悠久、丰富历史的东南亚国家。它的人民拥有悠久而引以为豪的传统，其文化中的传统和习俗至今仍然存在。该地区最早的居民是越南人，他们是从中国移民过来的讲蒙古语的民族。
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人在该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影响力。到公元前111年，中国人征服了该地区并宣布它是他们帝国的一部分。在此期间，许多中国影响被吸收到越南人民的文化中。公元10世纪，越南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在越南皇帝李公安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在他的统治下，该国繁荣昌盛，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越南人民能够保持独立，直到19世纪法国殖民该地区。法国人将他们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强加给越南人，该国最终被分为3个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被赶出越南。1945年，在胡志明统治下统一国家。在1960年代，越南陷入内战，北方在苏联的支持下与南方在美国的支持下为争夺国家的控制权而战。经过长期的血腥冲突，北越于1975年宣布胜利，越南统一为一个国家。从那时起，越南一直致力于重建和现代化。该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政治稳定，现在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尽管面临挑战，越南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文化丰富的国家。5人与文化。越南是一个拥有丰富多样文化的国家，其悠久的历史和地理环境造就了它。越南人民以其友好、好客的天性以及强烈的家庭和社区意识而闻名。越南人民主要是京族，约占总人口的 85%。还有其他54个民族，包括苗族、泰族、孟族、高棉族和占族。大多数人口是佛教徒，尽管许多人也信奉道教、儒教和基督教。越南文化深受该国悠久历史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儒教、道教和佛教一直是该国文化和信仰的一部分。这些宗教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和传统，例如对长者的尊重以及强烈的家庭和社区意识。越南文化的其他方面包括对自然、传统音乐、手工艺和美食的深深尊重。该国的美食深受中国、法国和东南亚风味的影响。越南菜通常包括各种香草和香料，以及各种肉类和海鲜。越南是一个独特而迷人的国家，其悠久的历史和地理位置塑造了其文化。它的人民友好而热情，他们的文化充满独特的习俗和传统，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特别的地方。6语言。越南是一个拥有超过9000万人口的东南亚国家，它与中国、老挝和柬埔寨接壤。越南的官方语言是越南语，大约 85% 的人口使用越南语。这种语言是一种声调语言，这意味着每个音节最多可以有6个不同的声调。越南语属于孟高棉语系，与柬埔寨语和泰语有亲缘关系。它是用29个字母的拉丁字母书写的。过去，该语言是使用繁体汉字系统书写的，但现在不再使用了。英语在越南越来越受欢迎，城市地区的许多人都说英语。此外，一些人还将中文和法语作为第2语言。越南语是一种声调语言，这意味着一个词的发音方式可以改变它的意思。为了说明这一点，妈这个词可以表示母亲、坟墓、鬼魂或马，这取决于这个词的发音。因此，掌握越南语可能非常棘手。7. 宗教。越南是一个以佛教徒为主的国家，拥有大约3500万信徒。佛教是最广泛实行的信仰，也是越南的官方宗教。越南佛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当它首次被引入该地区时，佛教随后传遍全国，并于10世纪初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除了佛教，儒教和道教在越南也很流行。儒家思想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和对长辈的尊重。道教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提倡简单和谐的生活方式。几个世纪以来，两者都是越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南也信奉罗马天主教，尽管它通常被视为少数民族宗教。基督教于16世纪由葡萄牙传教士首次传入越南，如今该国约有500万罗马天主教徒。越南也有穆斯林和万物有灵论者，但人数要少得多。万物有灵论是一种信仰体系，其基础是所有物体、地点和生物都拥有精神力量。大约有15万名伊斯兰教信徒，主要集中在该国西北部。万物有灵论者的人口估计约为20万。尽管越南信奉不同的宗教，但该国总体上对不同的信仰持宽容态度，并且有着悠久的宗教共存历史。8. 民族。越
南有54个不同的少数民族，该国的大多数人口是 Kin 越南人。该国分为3个主要区域：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群体和传统。越南北部的主要民族是苗族、道族、泰族和农族。苗族是该地区最大的族群，约占总人口的 19%。他们以色彩缤纷的传统服饰和充满活力的节日而闻名。道族是一个较小的少数民族，仅占北越人口的 8%。他们以其独特的语言、艺术、音乐和美食而闻名。Tay 和 Nang 是另外2个少数民族，分别占人口的 3% 和 2%。在越南中部，主要民族是战族、高棉族、芒族和加来族。战族是该地区最大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15%。他们以其独特的语言、基于伊斯兰教的宗教和充满活力的文化而闻名。高棉人是一个较小的族群，占人口的 11%。他们以强烈的精神信仰、高度发达的建筑和传统仪式而闻名。Muong 和 Jarai 是另外2个少数民族，分别占人口的 2% 和 1%。在南越，主要民族是京族越南人、河族中国人和高棉克罗姆人。京族是该地区的主要民族，约占人口的 85%。他们以强烈的儒家价值观、复杂的书写系统和古老的文化传统而闻名。Hoa 是一个较小的族群，占人口的 5%。他们以其独特的语言、美食和独特的文化身份而闻名。高棉克罗姆人是最小的族群，仅占人口的 0.5%。他们以其独特的语言、传统音乐和独特的文化身份而闻名。总体而言，越南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是该国最大的财富之一。每个团体都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独特的东西，使越南成为一个真正独特和多样化的旅游胜地。酒美食，越南菜的特点是味道微妙、配料清淡，以及新鲜香草和蔬菜、肉类、海鲜和米饭之间的平衡。受长期与中国贸易往来的影响，越南采用了许多中国烹饪技术，但其菜肴风味独特。越南烹饪中常用的配料包括鱼露 Noac Mam、大蒜、辣椒、酸橙和香菜、罗勒、留兰香和砂仁等香草。受欢迎的菜肴包括 Pho 米粉汤、Banh Mi 一种三明治、Com Tm 碎米和 Bun Ch 米粉配烤猪肉。许多菜肴都配有 Noac Cham 一种由鱼露、大蒜、辣椒和糖制成的酱汁。海鲜在沿海地区很受欢迎，许多菜肴都有鲶鱼、螳螂虾、鱿鱼等品种。特色菜肴包括 Bun Ryu 一种用淡水蟹和西红柿制成的酸汤，以及 Bun Zio 一种用虾、猪肉和蔬菜做馅的可丽饼。地方美食各不相同，但许多菜肴都搭配米饭或面条，并可能佐以时令蔬菜和香草。越南食物通常被认为是健康的，脂肪和糖含量低，新鲜蔬菜多。它还以其多样化的风味而闻名，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菜。越南菜受到法国人的影响，法国人引进了长棍面包和咖啡，但它仍保持住该国独有的独特风味。政府与政治，越南是一个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共产党是一党执政。越南政府是越南国家的行政部门，由总理和部长会议领导。越南国民议会是立法机关，通过直接普选产生。越南政府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拥有最大权力。总理是政府首脑，由总统提名，然后由国会批准。总理负责协调部长会议的活动，以及政府政策的总体方向。国会是越南的主要立法机构，它负责通过法律和批准预算。国民议会有500名议员，所有议员均通过直接普选产生，任期5年。越南拥有范围广泛的政府机构，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是越南的最高法院，负责解释法律并确保法律得到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检察机关，负责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确保 CPV 遵守其官方政策和法规。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的任务是确保国家安全。越南对法治和人权有著坚定的承诺，并且是各种国际条约的签署国，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PAR。 越南也是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组织。政治制度。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由越南共产党执政。
这是一个一党制国家，党任命所有高级官员，从总统和总理到地方市长。该党还监督经济和社会政策。总统为国家元首，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任期5年。总理是政府首脑，由总统任命，但需经国会批准。国民议会是越南的一院制立法机构，由498名议员组成，任期5年。越南政府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和立法部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权任免越南政府的所有其他最高领导人，包括国会议员、国家主席和总理。越南政府还有其他几个政府附属机构，包括中央监察委员会、政府监察办公室、国家审计署和监察员办公室。这些组织负责确保政府依法履行职责。越南的法律体系以大陆法系为基础。法律体系由1992年宪法和1996年刑法组成，刑法的主要渊源。越南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规定了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立。越南还有最高人民法院，是全国最高法院。12. 领导和官员。越南的最高职务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现任总统是阮富仲。总统由越南国会选举产生，任期5年。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越南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越南总理是政府首脑。现任总理是阮春福。总理由总统任命并经国会批准。首相负责政府的日常运作。越南国会是政府的立法机构，它由全国各省市选出的代表组成。国民议会负责通过法律和批准政府预算。越南部长会议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它由首相、副首相和其他部长组成。部长会议负责使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生效，并执行政府的政策。越南最高人民法院是越南的最高法院，它负责听取下级法院的上诉，解释法律并确保正义得到伸张。越南共产党是该国的执政党，党由中央委员会领导，党员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共产党负责指导政府的活动和制定国家的政策议程。13. 国际关系。越南有著悠久而复杂的国际关系历史。纵观其历史，越南经常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其领土在不同点被中国、法国殖民地和美国军队瓜分。在1954年实现独立后，该国一直寻求与邻国和国际社会中的各个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越南目前的外交政策旨在促进主权、独立和友谊的价值观。该国是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的成员，也是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CEONS 的创始成员。越南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许多欧洲国家有着牢固的外交关系。越南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 WTO 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国际组织中也发挥出越来越积极的作用。该国还寻求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等组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近年来，越南还在促进人权、民主与和平的国际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该国参加了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维和行动，并通过加入东盟地区论坛等组织，寻求促进地区稳定和安全。越南的国际关系也受到其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的影响。近年来，两国一直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但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此外，越南一直积极参与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国际谈判和论坛。该国已批准巴黎协定，并且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的签署国。总的来说，越南通过促进区域合作、参与维和努力和加入国际条约来寻求提高其国际地位。该国的外交政策植根于主权、独立和友谊的价值观，并积极寻求与国际社会建立牢固的外交关系。14. 经济。越南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正在迅速成为东南亚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经济体之一。自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增长和发展。1991年至2018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6.7%。越南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外国投资和出口。越南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出口部门，出口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70% 以上。该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服装、电子产品、家具和海产品。此外，越南多年来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 FDI，
2019年，该国获得超过2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越南经济还得到强大制造业的支持，制造业雇用了数百万人，并为该国的 GDP 做出了重大贡献。该行业以服装、电子产品和纺织品为主。由于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发达的基础设施，越南也正成为寻求外包生产的公司的一个有吸引力的目的地。服务业是越南经济的另一个主要贡献者，该行业占该国 GDP 的 50% 以上，主要由旅游、金融和电信行业主导。总的来说，越南经济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有能力在未来继续发展壮大。15. 货币。越南的国家货币是越南盾 VND， 货币用符号表示，其 ISO 代码为 VND。越南盾是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可以在全国许多地方兑换，包括银行和外汇局。越南中央银行、越南国家银行负责稳定越南盾并监控越南盾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汇率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浮动，通常由市场决定。重要的是，旅行者要注意，董只在越南被接受。到其他国家旅行时，旅行者必须将其越南盾兑换成目的地国家的当地货币。此外，越南一般不接受信用卡，因此手头有足够的越南盾来支付费用很重要。越南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使其成为一个负担得起的旅游胜地。食品、住宿和交通的价格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因此旅行者通常不必随身携带大量现金。但是，手头有一些现金仍然是个好主意，因为有些供应商可能不接受信用卡。16. 基础设施。越南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网络不断扩大。自1986年启动经济改革以来，该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越南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并致力于进一步改善该国的交通、能源和电信网络。越南的公路网是主要的交通方式，覆盖超过14万5千公里的铺气和未铺气道路。该国的铁路网相对有限，但随着新的建设项目而不断完善。越南的海港和机场正在迅速扩张，是国际贸易的门户。越南正在大力更新其能源基础设施。该国目前正在开发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和风能。越南还在努力扩大其配电网络并提高该行业的效率。在电信方面，越南正在大力投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该国正在扩大其移动通信网络，并致力于增加互联网接入，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越南在实现固定电话网络现代化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总体而言，越南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进展，该国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随着该国交通、能源和电信网络的进一步改善，越南有望成为对企业和游客更具吸引力的目的地。17. 人口统计。越南是一个位于东南亚印度支那东海岸的国家。截至2020年7月，越南人口估计超过9600万，成为世界第15大人口大国。越南人口以京族为主，约占总人口的 87%。其余人口由54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组成，包括 Hmong、Muong、Tay、Hoa 和 Cham。大多数人口集中在该国的北部和南部地区。两个主要的人口中心是越南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胡志明市，以及越南的首都和文化中心河内。越南人口相对年轻，平均年龄为34.3岁，生育率也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2020年平均每名妇女生育1.9个孩子。越南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约99.4%的人考识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很高。越南的教育体系分为3个层次：小学、中学和大学。越南有大量流动人口，超过600万人居住在国外。大多数越南移民居住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结论：越南简介对于任何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这个迷人而多元化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人民的人来说都是宝贵的资源。本书对越南丰富多彩的历史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概述，对其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习俗进行了详实的描述，对令人惊叹的风景和城市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这本书对这个国家进行了有价值的介绍。经常被误解。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将对越南充满活力的文化、其迷人的过去以及其未来的潜力有所了解。谢谢收看。